兄弟们，久等了，我的 OLED 版 Steam Deck 终于到手了。我也是连夜爆肝，把大家想了解的都制作到了这期视频中。我提前整理了一个表格，把新旧 Steam Deck 所有的参数整合到了一起，标记出了二者不同的地方。后续我也会放在置顶评论区。这期视频我将会针对新版的这些改动和提升，带大家逐一体验一下。在视频中我也会加入 ROG Ally 和 Legion Go 这两台 Windows 掌机来参与对比测试。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兄弟们支持一下。我们马上开始。首先从外观方面开始，新版 Steam Deck 将电源键换成了跳跃的橙色，按键字母颜色深了一些，并且升级了摇杆的外观，表面做成了反光的金属质感，但是摸上去是有弹性的橡胶质感。整个摇杆帽都有所加粗，摇杆帽下方换成了深色，另外就是屏幕边框有所缩减，这次停不下航母了。除此之外，还有螺丝的细微变化以及内部构造的改变，其他就没有什么变化了。这个保护包有一定外观上的变化，但是为什么我的包不能像别人的那样可拆卸呢？不知道是日版用户不配，还是512G用户不配。值得夸赞的是，拉锁体验倒是顺滑了不少。本次最主要的升级就是这块 OLED 屏幕。首先，屏幕尺寸比原来大了一圈，来到了 7.4英寸，刷新率也提升到了90赫兹，但分辨率还是维持在了与目前芯片性能最匹配的1280×800，没有升级到1200P，我认为是加分项。实测在未开启 HDR 的情况下，屏幕最高亮度可达500多尼特，而老版只有400多尼特。色域方面，通过校色仪实测，可以达到接近100% sRGB 色域覆盖，以及85% DCI-P3 色域覆盖，表现不错。我们也可以在设置中调节色彩鲜艳度以及色温。除了色彩表现优秀，这块 OLED 屏幕竟然还支持 HDR，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HDR 开关前后的对比。当然，通过视频大家是很难感受得出的。总之就是明暗对比更加强烈，光影更加真实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开启 HDR 之后，游戏帧数会有一定下降。除了 HDR，OLED 屏幕有着高对比度、低响应时间的特性，它可以让黑色黑得更纯净，也可以减少高速移动时的拖影，屏幕可视角度也会大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OLED 确实更加适合掌机屏幕。但是如果从越远卫生的角度出发 ，OLED 屏幕在低亮度下的频闪现象又让我有点犹豫。实测大概在50%亮度以下，频闪线条加粗，屏幕会进入较为严重的低频 PWM 调光，没有高频 PWM， 也没有 LTC 等护眼方案。我个人对于频闪是比较敏感的，推荐大家在明亮的环境保持亮度在50%以上使用它。不过话说回来啊，逼车也是挺奇葩的 ，LCD 版机器在低亮度下，屏幕竟然也会狂闪，真是把瞎眼做到了极致。厉害！屏幕实际观感这里就不对比 LCD 版机器了，我们来对比一下 ROG 掌机和拯救者掌机。有几点补充一下。第一点，新版机器仍然可以在控制菜单中调节刷新率，调节完之后屏幕也会重新点亮一次。第二点，新版机器屏幕触屏的体验要比 LCD 版好很多，轻轻一碰就可以触发响应，应该是触控采样率有所提升。第三点，新版机器的 OLED 屏幕仍然是左右边框略大，上下边框较窄，我猜应该还是原生竖屏吧，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中说明一下。不过在 Steam Deck 上也不重要。第四点，感光模块由原来正中间的一颗变成了左右两侧一边一颗，自动亮度调节应该要比原版更加准确。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在购买保护套的时候，需要选择屏幕两侧带有预留开孔的套子，与原版的保护套是不能通用了。与屏幕素质同样重要的音质表现方面，在 ROG 掌机问世之前 ，Steam Deck 的确当过一阵子音质天花板。我们今天再来正式 PK 一下，看看新版、旧版以及 ROG 掌机谁的音质表现更加精彩。果然还是没有撼动 ROG 音质的地位啊！好厉害！按键方面，新款对比老款 ABXY 十字键、背键、肩键以及扳机键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反馈手感都属于第一梯队。键键与扳机的按压声音会有轻微不同。
扳机调教方面，在按压手段存在一定虚位，按压末段没有虚位，整体线性值变化特别均匀。另外 ，Select 和 Start 键以及 Steam 键和菜单键手感都有轻微不同。 摇杆方面，由于摇杆帽材质的替换，使得使用手感大幅提升。原版是特别滑的瘦的摇杆帽，不另外套上摇杆帽的话会很难用。OLED 版无论是表面还是四周都有着非常不错的防滑处理，不需要外加摇杆帽了。摇杆下压手感也要比旧版好一些，尤其是在不同方向按压时进步比较明显。摇杆调教方面，二者都可以随意调节中心点死区范围，可以做到中心点与十字方向没有死区、没有吸附，调教1级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摇杆触摸功能在新版上也得以保留。设置轻触触发陀螺仪简直不要太好用。在触控板体验上，新版对比旧版也有着大幅提升，感觉触控更加细腻，震动的质感也有所提升。如果没有上手过 OLED 版机器，你会觉得 Steam Deck 的触控板震动体验已经足够优秀了。但是上手新版之后，你会觉得老版触控板的震动多了一丝塑料感，有点松松垮垮了，比不上新版更加紧实且有力的震动体验。这就是俗称惯的。 本次硬件配置方面也有所提升。首先 ，OLED 版机器取消64G 和256G 版本，最低配为512G。我购买的也是512G 版本，硬盘仍然为2230尺寸的固态硬盘。电池方面 ，OLED 版升级到了50瓦时 ，APU 也由原来的7纳米升级成了6纳米，芯片能耗比更高了。另外 ，OLED 屏幕理论上也会比 LCD 更省电。叠上了这些 buff 之后，对比原版40瓦时的电池，官方给到了续航时间是可以提升大概1到4个小时。这个我们后面性能测试的部分来为大家检验一下。 另外，内存频率也提升到了6400兆赫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游戏帧数。充电方面，官方附送的依然是45瓦一体化充电器，但是长度有所增加，达到了2.5米。外观也有所变化，新款增加了 logo， 实测在剩余电量10%左右。新款机器 C 口最大供电功率可达42瓦左右，而旧版在39瓦左右。在熄屏待机状态下，新版充电功率可达41瓦左右，而老版仅有22瓦左右。在关机状态下，充电情况相同。将新版充电器插到旧版机器上，充电情况没有变化。另外，我也尝试使用了100瓦 PD 充电头，供电情况与原装充电器也保持一致。最后满电时，新版机器会变成绿灯，而旧版机器只有白灯。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电池电量的增加并没有让整机重量有所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由原来的669克下降到了638克。这个应该是得益于 OLED 屏幕比较轻薄的原因，另外也可能是散热模组有所改造，或者是什么其他优化。大家不要小看这30克的重量，从 LCD 版换到 OLED 版是可以非常明显的感知到重量变化的，可以大幅提升使用体验。 下面来到我们今天的测试重点，6纳米的 APU 部分。首先 ，APU 制程工艺的提升可以提高能耗比，理论上可以以更低的 CPU 功耗达到与原版一致的性能，以获得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同时，发热情况也会得到改善，核心温度会比原版低上不少，这样风扇转速就会有所下降，风扇噪音也可以得到改善。实测在不限制 TDP 的情况下运行游戏 ，LCD 版核心温度会来到80摄氏度以上，风扇转速在5700转左右，而 OLED 版核心温度在70摄氏度左右，风扇转速在5000转左右，风扇噪音比 LCD 版低了接近10分贝。 机身温度、2者握把区域都不会有明显发热。LCD 版机身正面最高温度集中在屏幕上方黑边处，在52摄氏度左右，而 OLED 版仅有43摄氏度。机身背部发热 ，OLED 版也要比 LCD 版低上很多。若在实际体验上，无论是机身温度还是风扇噪音，都可以说是有质的飞跃，并且此时 OLED 版帧数还要更高一些，整机功耗还要更低一些，简直是进步太大。 性能表现方面，我将二者画面设置成完全相同，调节 TDP 让二者达到相同的帧数。在生化奇兵中，将 LCD 版锁在15瓦 TDP， 此时帧数可以来到146帧左右。而在相同场景下 ，OLED 版仅需要13瓦就可以达到与 LCD 版相同的帧数。这个时候，它的整机功耗会比 LCD 版低上6瓦左右，续航会高出接近1个小时，并且此时的风扇转速也要低上1500多转，简直是太牛逼了！ 在游玩《死亡细胞》一类低功耗的游戏时，将二者 TDP 都限制在最低3瓦的状态，保证画面设置完全一致，不限制帧数。OLED 版的风扇竟然他妈不转了，但是可以看到 LCD 版帧数会高很多。不过细心的我发现，此时 LCD 版的整机功耗也要高很多。如果此时给 OLED 版多1瓦功耗，只需要多1瓦，也就是4瓦 TDP， 它的帧数就会轻松秒杀。 并且整机功耗还是要比 LCD 版低上1瓦。如果换算到续航时间 ，OLED 版会高出2个半小时，真的是有点东西啊！在《荒野大镖客2》中也是相同的情况，在设置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不限制 TDP，OLED 版帧数会高一些，并且整机功耗会低一些。而在限制10瓦 TDP 时 ，LCD 版会高2帧左右，但整机功耗要比 OLED 高接近4瓦。而给 OLED 版增加1瓦功耗，帧数就会反超 LCD， 并且整机功耗还是要比 LCD 版低2瓦多。配合上更大的电池，续航又能多出将近1个小时，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了。
最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蓝牙和 WiFi 的升级。首先，新版机器蓝牙升级到了蓝牙 5.3， 这里为大家测试一下蓝牙耳机的延迟情况。大家先来感受一下正常的速度，这是机身自带音响。这是 LCD 版机器连接蓝牙耳机的情况，而这是 OLED 版机器连接蓝牙耳机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慢速回放。新版机器的无线网卡也有一定升级，加入了对 WiFi 6E 的支持。我家是电信宽带，大概300多兆的下行速度，下载速度可以达到42兆每秒，速度与原版差不多。不过在国内玩家的实际体验上是可以提升串流体验的。实测通过 PLSEC 串流 PC， 通过拍摄秒表可以看出 LCD 版延迟大概在50毫秒左右，而 OLED 版延迟仅有20毫秒左右，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视频到这里，我能想到的、能观察到的新旧版本机器的不同之处都为大家测试完了。我想说一下使用感受啊。从21年底我就开始测评各种 Windows 掌机了，目前其实是有点审美疲劳的状态。只要芯片不升级，各大厂家能整的活、能搞的创新设计都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最近的状态是主业副业已经几乎占满了我全部的时间，对于游戏本身的兴趣也在养胃状态。这样我就处于既不爱折腾游戏机，又不爱玩游戏的尴尬境地。新版 Steam Deck 到货前，老版 Steam Deck 也是被我遗忘到了角落里，很久没有开机了。直到这次测评，我拿起 Steam Deck 才发现，它会给到我很强烈的想用它玩游戏的冲动。它的系统纯粹，操作简单，休眠灵活，拿起来一键就可以瞬间来到游戏库界面。甚至在游戏中途也可以随时熄屏休眠，下一次想玩的时候一键唤醒继续游戏。当然啊，这要建立在那些网络所导致的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的情况之下。它就是一台纯粹的游戏机，没有 Windows 掌机那些繁杂的前期设置、安装、调试等工具。各种菜单的声音反馈、震动反馈，各种菜单动画效果，都会让我觉得哇，这才是游戏机啊！接下来 Steam Deck OLED 应该会成为我的主力游戏设备，我觉得我的游戏时间也会因为这台机器的到来而变得更多一些。哎呦，这什么破游戏啊？怎么这么好玩？最后总结一下，这次新版 Steam Deck 几乎解决了老版所有的痛点，是非常值得升级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Steam Deck 并不是目前性能最强的3A 游戏设备，也不是便携性最强的移动3A 游戏设备。虽然整机的能耗比有所提升，但是大部分3A 游戏运行起来还是很难达到3小时的续航。另外，在购买之前，你还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眼睛能否适应得了低频 PWM 调光的 OLED， 还有就是需要担忧一下 OLED 的烧屏问题。如果上述4点都不能够阻止你想要得到它的冲动，买就完了。Nice。好了，下面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记得关注我，我是峰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